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你问吧，你问什么我都讲。我讲了，你拿去立功。但是，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以后照顾我家儿子。这个可以。你说的立功啊，我是不会去想的。不过，你儿子的事情，我们会认真对待的。啊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就从头说起。不是我不想讲，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，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，是他找的我。他不讲，我要是讲了，不好的嘛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脑袋呀，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？你还讲这些假义气？你以为你不讲，你就能逃得脱了？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三叔，你喊我，有啥事啊？你一天到晚搞什么？快过年了，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？哎呦，我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最近缺钱。三叔，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？咦，汉堡！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，我就生气。这样子，我带你去干点大事。哎呦，太累了。哎，三叔，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？啊，到这荒郊野岭的，干什么呀？看见没有？滚地龙嘛，这个事情我干不成，我没有本钱，也没有手钱，干不了。看你没出息那样，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，要搞就把钱全都给它搞出来。怎么弄？抢？这里面那么多人，怎么抢？炸过鱼没有？炸。我天天杀，但是那个抢钱跟杀鱼有什么关系？鱼要炸翻白了，是不是任由你摆布？你说炸人呢？能炸鱼就能炸人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，你8辈子都挣不来。你要想继续当军官，我就自己发财啊！干，三叔，我干。去哪里搞炸药啊？啊，脚麻了，蹲了这么久，脚都麻了。干大事，一个字，忍。哦。
了炸药，还要弄电瓶。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，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，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。老板，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？有啊。你是撞什么车的吗？你别管，你先看这个，要质量最好的。质量最好的，你看这个，金刚明顿，有点贵啊，230一套。搞2套？2套啊？你是2台车啊？车停在哪里吧？我去给你们装。我自己装。哎，我先讲清楚啊，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，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，线路要是烧了，我不负责的。你不用管。有没有电瓶？电瓶我这儿没有，但是你如果要的话，我去别家给你拿来。哎，要最好的，最贵的，搞2块。好嘞。三叔，买2套干嘛？很多，不搞2套，鬼知道能不能炸响，能炸死多少人？哦，你想拿1套先试一下？怎么试啊？插进去。三叔，弄好了。按开始键。我按呐。你炸鱼再好，你不按谁按？我按了，按。哦呦天，这个高科技，就是不要嘿。三叔，我们偷车干什么？那么多钱不够台车，怎么装？对哦，钱多呀，很棒，快看。你去把他引出来，我一会儿在背后敲他脑袋。好的。哎，三叔，他走了。算这老家伙命大。
再借给我点。还借？你拿什么来还？地也没有，房子也没有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把你媳妇儿抵。你个混蛋！我弄死你！放开我！哎，那你们为什么没去拿钱呢？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，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。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，这个人。那个场面太吓人了，我脚都吓软了，根本不敢过去。再说，现场还有没炸死的人，也没有办法去拿。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？还在我后山坡了。还有，炸赌场的呢？我都高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，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。廖文豹他说他来接我，结果看到一辆警车，就自己跑了。这不是东西，畜生！看看这是什么？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？啊，烧过的？是这个。来，秦总，秦总，那边来电话了，着了，口供出来了，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，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。太悬了！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，整整52天呢。哎，慢点，赶紧收拾一下东西，回培兴，明天就走。剩下的事儿你叫他们市局去办。这么突然啊？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，道个别什么的？这交代一下啊，这个收拾一下，赶紧走，再晚就走不了了。案子是人家的，咱们是来干活的。另外，我这腰我不行。是。秦总，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？多待一天嘛，50多天了，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次时间太长了啊，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。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。饭就不吃了啊，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。你要感谢的话，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，州里领导大力支持，要感谢州里和市里的同事。哎，对对，哎。陆书记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不，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。真的，我还有事儿，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。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。
不差这么一会儿。秦总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，就是那个清江两案，16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破。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？这个案子我听说过，是吧？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，16年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。哦，行，我听明白了。这次我先回去啊，我还会再来。等这个案子审结了，移送了，我还会再来。再来，会来的。好，好吧，好啊，好嘞，好吧，好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赶紧回去吧啊。好。陆书记啊，秦总还没下来啊？走了，刚走。什么？刚走？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？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一起相处50多天，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人都留不住。总队有事情，不走不行。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，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，我怎么交代呀？书记，你不要慌嘛，我们该讲的都讲了，清江两案我提了。清江两案你们也说了，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。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，刚刚破了这个案子，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？不讲不行嘛。那秦总怎么说的嘛？他讲了，他会回来的。哦，好吧，那只有等下次了。哎，吴老师。哎，川儿，案子破了啊，破了。你腰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多了。好多了，我看了总队发的案情总结，这案子办得漂亮。您要是觉得还行，那就还行吧。不容易。哎呀，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，难度是太大了。川儿啊，你能驾驭这个案子，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。谢谢吴老师。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，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忙就不打了。哎，行，那先到这儿了。
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哎，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，徒手翻物证，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？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。回头你来我家，让我爸讲给你听。哎呀，我是想回家，但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，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。咱俩同病相怜，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，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，整天忙得昏天黑地，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。哎，对了，秦爸的腰怎么样了？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，他的腰就不行了，但是没法子，限期破案，几百号人指着他呢，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是啊，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。对了，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，你别让我担心你，听见没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姐。哎，你们高队长在吗？程队，高队不在，他出差了，明天回来。哎，程队，是有新的案子吗？要不要上新册？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。程队，你先说给我听听嘛。要是我做不了，我肯定不硬上，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。行吧，先跟我去趟分局。昨天晚上呢，一对老夫妻来报案，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。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，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，8年了，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。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，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。这不2周了吗？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，有点担心。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，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，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，叫李田儿。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。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？他说1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，吵完之后呢，祝美美拎个包就直接走了，打手机关机，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，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。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，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。李田呢也在那住，但他正常上下班，表现很正常。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，趁他不注意，在家里头一通乱翻，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。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？刚毕业的时候，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，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。那父母心真够大的，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，他们就不管不问了？哼，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。哎，失踪1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，我们能立案吗？哎，以前是不能，但现在啊，培训市新颁布一项规定，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，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，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。对，这个事儿呢，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。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，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，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，他们觉得有点问题。布让人绞了？哎，走，先看看再说。陈队、马队。哎，邱队，哎，陈队，这边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，就这个床垫儿，我们是不甘心啊。对呀。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，我们就在家里翻，把这个床垫一翻开，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。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？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，一定是他李田干的。李田人呢？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？没有，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，也特别准时。对。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，才在家里翻。哎呀，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大概了解了。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，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。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，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。到底谁剪的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要是李天回来，你们千万别问，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。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？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，就是他李田干的，就是他。阿姨，你也别激动，我们现在马上回去调查，还请二位配合一下。要是李天回来，您二位像往常一样，
该干嘛干嘛，千万别流露什么，行吗？好好好，听警察的，听警察的。我们交流一下。程队，马队，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，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，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，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。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，在培兴收入属于精灵阶层。本来有家，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，被老婆扫地出门。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，但是一直没成。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，都有争吵，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，男的很少说话。马队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李田的嫌疑是很大，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，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。哎，海平，像这种情况，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？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，如果疑点下降，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。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，我觉得不能测。辩题需要切入点，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。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。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，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田的反应。程队，心测是科学，我不可能胡说的。没关系，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，他经验丰富一些。行，那先回去再说吧。情况就这些吗？没有其他线索？现场我都去看了，的确很可疑。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，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。如果这种情况的话，辩题会有难度。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，恐怕很难测出什么。行吧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。这个李田呢，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。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，有过出城记录。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，我们查了他的轨迹，走了新林高速，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，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。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，只能看见李田开车，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，经过检验呢，是她本人的，但是吧，这个血迹非常小，像是滴上去。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，比方说手指划破了，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，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。这样看来，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。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。海平，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？啊，行。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打算分3步走。第1步，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。第2，如果出事儿了，出的什么事儿？跟李田有没有关系？第3，如果存在关系的话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发生的？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？她现在在哪里？就这些，对吗？我看行，照你说的做吧。哎，那是不是他车？我去看看。李田是吧？我是市局的，我姓程。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。
马队长我见过，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啊，需要征得你同意。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，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，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，做一个心测，啊，就是心理测试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？你呢可以接受，也可以拒绝，或者请律师到场。如果同意的话，我们就安排上。我同意，不用请律师，你们安排吧，我随时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你现在目视前方，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，放松啊。开始之后，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可以随时叫停，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，都可以。好。放松啊，我们开始了。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？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，就吵起来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吵完架干什么了？我打开电脑，拿电脑了。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？她在床上。第二天在干什么？第二天，我为了逗她开心，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。去哪里了？还是不行啊。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就开着车，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。谁开的车？我开的车。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？她在后面。她在后面什么位置？左边，啊不对，右边吧。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？记不太清楚了。哎，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，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。目视前方啊！你再好好想一想，到底左边还是右边？想好了再说。左边，不对，好像是右边。啊，确实记不清，确实是记不清了。行，那你休息一下。好。放松吧。高队，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？不应该呀。正常情况，你看，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1毫米这么宽，李田一上来他就1根手指这么宽。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？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？这机器不会有问题，我昨天才用。你再试试。喝点水。你不要太紧张了，你这都出汗了，肌张力太高，夹子都夹不住了。那我们开始了。好。放松啊，不要恐惧。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？左边。不对，右边。我真想不起来了。行，那再休息一下吧，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。高队，还是不行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。
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，就是肌线太粗了，把波动给掩饰掉了。这线粗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，他能量很强，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。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，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。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，没法看图。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我们再看看。吵完架干什么了？我打开电脑，拿电脑了。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？她在床上。第二天干什么了？第二天为了哄她高兴，我就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。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哎，就开着车，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。谁开的车？我开着车。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？她在后面。她在后面什么位置？高队、程队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你听明白没有？我明白了。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，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，她在床上，她在后面，这是状态。假设一下，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，那她在床上，她在后面，就没有问题啊。李田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我们在测谎，所以他不撒谎。他不撒谎，我们就监测不到啊。这是他的原始逻辑。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，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海平的感觉是对的。那咱们接着问。可是这信号太高了，怎么办？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，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。高队，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。你说。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。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，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，再去印证它？如果真的印证上了，就能得到反应，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。那你想怎么反推？我再重新编一组题，刺激他一下。如果能有突破的话，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。如果突破不了，那今天只能认栽了。设想一下，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？如果没有血，他为什么要剪？如果有血，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。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，很有可能就是运尸。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？编织袋，或者是皮箱。对。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，这个问题不好问，所以我要用联想法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？可以。李田，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羽绒服。我不知道。棉服。不知道。报纸。不知道。皮箱。不知道。床垫。不知道。编织袋。我不知道。纸箱。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们来做第2组测试。继续吧。李田，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？我不知道。在培兴吗？不知道。在外地？我不知道。在农村？不知道。在城市？不知道。在山里？不知道。在水里？不知道。在土里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肯定是李田干的，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，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。